面对中共海军不断扩大的威胁跟压力，台湾打算重启镇海计划，准备打造新一代的6500吨的飞弹巡防舰，搭载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来抗衡共军的空中威胁。然而，美国真的会移交神盾舰吗？还是要国防自主来国建国造呢？另外，新舰是否真的能够迅速填补基隆级的空缺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要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帮我们抖内啦！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从来没有对外输出过现役的这个神盾舰，美国对外基本上都透过一个技术合造，譬如说呢，把技术输出给你，然后让你自己来进行建造，包含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金刚级，以及后续4艘爱宕级跟摩耶级这几艘船，还有呢韩国的旅顺城号这几艘神盾舰，这基本上都是美国透过技术输出，然后让日本跟韩国依照他们自己的需求，对美国的伯克型驱逐舰进行修改。那美国自己的神盾战斗系统呢，其实的确它的现役舰是并没有出售过的。不过当然啦，现在这个情况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怎么说呢？美国海军从这几年开始大量的汰除原先的提康的罗加级的神盾巡洋舰。那这个神盾巡洋舰呢，其实它本身虽然号称巡洋舰，但它这个舰体其实跟我们海军的这个基隆级舰，它是完全相同、一模一样的舰体，只是上面搭载的这个战斗系统不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上层结构跟我们的这个基隆级舰有不一样之外，其实这个船大概90%它基本上是共通互通的。那当然啦，日本跟韩国造了他们自己的神盾舰，那未来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得到美国的这个技术，或者我们有没有可能得到美军的这样一个除役舰输出之后，把它获得过来成为我们海军的舰艇呢？其实我个人看，中华民国海军真正面对未来爆发军事冲突以后，我们海优跟空优未来当然是在战争冲突之后爆发之后，一定要去强力固守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要在进行我们这个空优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地面的这个雷达这个站台，你一定要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完整。但是面对中国大陆在东南沿海那么密集的，包含岸置火力以及各种的这样一个反辐射的这样一个飞弹系统，甚至于地对地的弹道飞弹，我们所有在路上的这些系统，基本上大概第一时间都会遭到非常密集的共军的远火，或者说是包含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或甚至于高速的反辐射飞弹等等，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压制。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当路上的这些战管雷达被打瞎了，那其实我们空中跟海上的这个战管雷达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海军里面来说，我们的基德级也就是跟美国购买的基德级驱逐舰，在台湾叫基隆级驱逐舰呢，它其实真正主要的任务就是担任海上的战管雷达，因为它上面那个 SPA481的这个雷达，它是一个3D 雷达，也就是它立体雷达，它每一面雷达可以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高度跟这个距离的这样一个测定，也就是说，它既能够测高，又能够测距，看到它有距离地面多少，以及它的距离多少。因为有它的高度跟距离，我们才能够在战场图像上精准的标示出它的位置。但 SPA48 雷达有一个大的这个缺点，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机械式雷达，它每1分钟大概差不多是20转上下，也就是大概3秒钟左右一转，也就是说它的资料更新是3秒，你看到这个点跟这个点跟这个点跟这个点之间，它都隔了3秒钟。那当然，其实从这个情况下，我们不仅仅只依靠海上的这个神盾舰，空中的预警机鹰眼预警机也是极为重要的。也就是说，由空中跟海上这2张伞重新再张起来，我们才有办法能够把台湾周边的这个战场图像重新再建立起来。因为海空军在进行联合防空跟联合截击作战的时候，这个共同战场图像极为重要。没有这个共同战场图像，我可以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你这个仗不用打了。为什么？你的敌人从哪来，有多少，你根本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把你的飞机放在天空上去漫无目标的搜索敌机，因为战机的雷达其实是它的那个视角是很窄的，它没有办法做这种广域的搜索，所以你一定要靠这种战管雷达。所以真正作战的时候，战管雷达的存在与否，对于我们能否持续进行防空作战至为关键，就是你没有这个你就不用玩了。所以呢，这个情况下，我们为什么现在需要跟美国申购新的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以及呢希望美国能够移交提康的洛加级的这个神盾舰，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重新在到时候被打烂的这个路上的这些战管雷达中，重新从海上跟空中去建立我们的这个防空作战这样的图像，不然的话，我跟你说，
真的是不用玩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会认为神盾舰的获得与否，未来会跟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它会成为一个 package， 也就是说这两个要么一起过，要么一起不过。所以也就是说，接下来海空军对美方的这样的争取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前面已经跟各位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你没有共同战场防空图像，你这个防空作战就变胜啦，就不用玩了，不用打了，真的一点都不盖，一点都不夸张。当然了，也有人说美国这些神盾舰已经操到非常的这个老又快烂。那其实像我们看到这2年美军大概大量汰除了这种 baseline 2跟 baseline 3甚至 baseline 4的神盾舰，但这些船呢，它有一些有做过这个 BMD 的修改，也就是反战区弹道飞弹的这个能力的修改。那这些船会过2年才退。那当然，其实也的确让人非常担忧，就是这些神盾舰在美国海军用的非常非常凶。我们的海军的这个官兵弟兄常会觉得我有时候出航1-2个礼拜在海上很辛苦我跟各位我们的国军的海军官兵弟兄说跟美国海军比起来，你们太幸福啦！为什么呢？201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去到美国一艘神盾巡洋舰叫长津湖号，我们在上面碰到一个女官那个女官跟我们说他来到长津湖号18个月里面，他有14个半月在海上 ，OK，14个半月在海上，你就知道美国军舰是怎么在操的啦那当然，由于美国军舰那么操，但是呢，因为美国军舰太组合，如果移交给台湾，我们刚刚讲台湾的这个军舰出去跑个2个礼拜就不得了了。那如果说你能够像美国的这个军舰在海上连续跑2个月，我觉得说这就很厉害了。那所以其实如果说今天这些美国军舰他们移交给台湾在移交前经过一个彻底的这个修整翻新之后呢，我相信其实它还可以使用上相当一段时间。你看当年的济德舰来到我们中华民国也都已经用了20年了 ，OK， 济德舰大概差不多是1979、1980年的时候成军服役的。当然了，因为它成军的这个服役的时间并不长，它大概只有服现役20年左右就汰除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以美国的神盾舰来讲，我们刚刚讲到 baseline 3或 baseline 4的，也就是后面有 SQR-19拖曳声纳系统的这一批神盾舰，它大概差不多是1990年代初期服役的。的确，它也在美国海军服了现役，服了30年。如果美国愿意顺利把这些船提供我们接收以后，再经过一个比较彻底的翻修，我相信在我们海军还是可以服役一段相当的这个时间，为我们海军效力。我个人是可以认为是可以的。正海重启需要大概多少时间？那未来能不能够顶得上基隆级舰？其实说真的，正海这个案子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是当初为什么正海这个案子停掉。原先正海计划基本上海军是提了一个4250吨的1级作战舰的计划，4000吨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包含什么成功舰、包含这个拉法叶舰或诺克斯济阳级巡防舰大概差不多的吨位。也就是说，我们海军基本上就认定我们海军的1级作战舰大概就要定在这个 level。但是呢，对不起，贾卡拜，如果你要把具有 AISA 也就主动电子扫描功能的雷达装到这个军舰上，4500吨或4200吨这个船装不下，太小 ，too small 为什么呢？这种船大概你如果装美军的那个 Spy One 的这个雷达的话，大概是要装到 Spy One F， 也就大概会变得跟那个挪威的男升级巡防舰差不多，但男升级也不轻所以那你说4250吨计划书提出来就不是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啦。那好，这次海军决定重启，他把这个舰体放大到6500吨，其实就让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联想，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规划他们下一代这个星座级巡防舰。星座级巡防舰其实就装了这个 AISA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它上面装的是 Spy 6的这个雷达。当然 Spy 6这个雷达现在有个问题，现在还不能输出。但是过了几年其实是不是就有输出的可能呢？经过不建议以后盟邦有需求的话，美国国会会再经过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审定的这个过程，这个 Spy 6雷达就有可能输出。所以也就是讲，如果说今天这个正海计划重启，如果能够跟美国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星座级的这个计划能够产生一个高度的连结。也就是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跟美国的这个星座级的这个计划成为它的国际团队的一份子，那这个时候，以台湾来说，我们有一些这个造船的这个能量，我们可以帮它做船段。因为其实中华民国跟美国之间曾经有过这个军舰协作的这样的经验。例如，我们现在这个光华2号成功级巡防舰的8艘，那个8艘呢，就是以美国海军的这个派里级巡防舰为蓝本，我们呢跟他买船段，然后美国把一些其他这些设备运到台湾来以后，在台湾把船段组装起来，然后把上面战系各种东西通通装上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美方的这个巴斯钢铁工业的监造下完成了1艘半，那后面的这个6艘半是由台湾建造完成的。那你说洋舰国造也是国造，
国建国造也是国造。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跟美国的这个星座级，我们成为它的这个团队的一部分，是不是有可能大家互盟其利？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因为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是要来生产船段的这些船厂跟工人相当的缺乏。那如果我们有足够，我们也可以生产船段，然后呢在台湾组装，然后甚至于帮美国造一部分星座级的这样的船段，让台湾也能够加入这个星座级的这个国际的这个计划里面。那这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讲，可能获得的这个速度跟所招致的这个阻力相对来讲就应该我个人认为会有一定程度缓解。而且最重要的是，以美国来说，它设计这样一个军舰出来，它相对来说它会把一些成熟的科技放在上面。那我们之前镇海计划为什么稀寥寥啊？很简单啊，就是中科院的这个 AISA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就多啊，然后那么大一 can 要放到4250吨的这个船这个船还没开出去，可能就被这个雷达给压成啵啵啵沉到港里面去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中科院的这个 AISA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就是轻不了嘛。那这个时候势必你要能够获得外援嘛，才有办法能够让你的这个战斗系统能够 fit， 能够符合现在是这个6500吨，或甚至于未来稍稍放大到美国星座级7200吨这样的水准能够让这个船能够有这样一个装备，才是真正你这个作战时候最重要的王道。因为我们刚刚讲，你如果没有这个美国神盾战斗系统的话，也没有办法能够让E2D 发挥它的这个100%战力。那你要有了神盾战斗系统，再加上 E2D， 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让它的防空能力发挥到极致，然后能够重新这个进行空中作战图像的重新建立之外，也才能够分批指挥我们的这个战机，或甚至最大量的拦截敌方的这个各种这个飞弹。所以当然了，台湾如果未来能够获得美国除役的这个提纲的罗加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后续要获得这个神盾雷达系统那不管你是Spy 6或 Spy 7，基本上我个人觉得阻力就不会这么大。因为呢，对于美国给台湾武器来讲，往往阻力就来自于最大的门口的这一关，也就是如果你能够扣关，能够把这个门打开，后续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困难。你看 F16 就是很好的例子嘛。F16 Block 2栋买了以后，经过升级，美国又顺势卖了 Block 70。那这个时候对美国来说，他在817公报他解释得过去啊。其实很多人会说817公报已经成巨文，其实并不是。当很多地方美国要做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办法绕过去；做的时候呢，他就会拿这个来当借口。但是呢，以目前中华民国跟美国的这样一个防务上的、安全上的这样的合作关系，我相信美国会尽力的为我们去绕过这个817公报。但是你要绕，你要有东西给人家绕嘛，是不是？所以呢，这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获得除役的神盾舰在台湾重新服役了，然后又能够获得 E2D 先进鹰眼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后面的相对来说获得的难度会小上非常的多了那未来还有哪些这个新科技或武器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战力？其实以这种军舰海上作战来说，作战系统就真的是灵魂中的灵魂，关键中的关键。你要能够有一套好的这个战斗系统，以现在来说，我们的海军标2飞弹跟基隆级舰搭配的标2飞弹，它其实能更大量的接战敌方的飞机但是重点是你的战斗系统能不能够支持它。只要你的战斗系统能够支持它，我们的这个基隆级舰也可以进行所谓的这种防饱和空中攻击啊。那神盾舰当初建造的目的就是要防饱和空中攻击嘛。也就是说，如果你未来你的这个新型的巡防舰，或是跟美方获得这个神盾舰，它只要具有垂直发射系统跟神盾战斗系统的话，它就具备了这种所谓的抗饱和的攻击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现在最欠缺的。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第一岛链上，台湾可以说是这所有第一岛链上所有的这个海军里面唯一没有这种所谓的平面阵列相位雷达的这样海军，连飞后面都快要有了，这个韩国要提供他们所以真的我们必须要这个加把劲，赶快弄一弄。面对大陆可能攻击行动，我们应该如何整合海军、海巡还有其他海洋力量，实现联合制海目标？哪些环节追去优化是不是加强布雷跟水下反潜能力？其实布雷跟水下反潜能力对于我们海军作战来说的话，很重要是它要能够及时的阻止干嘛嘞？共军进行两栖登陆。因为如果说它进行两栖登陆，它一定会就等于说船团要逼近我们的这个近岸，那这个时候我们有快速布雷艇等等各种在海岸上那种布防的这样的作为，的确对他来讲要能够顺利成功登陆难度非常大。所以你看现在共军也很聪明，他呢去造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他学美军要做这个海空3栖联合登陆突击，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你这种两栖攻击舰，它毕竟数量也不多嘛，现在已经服役3艘，再造的1艘，后面可能还有076等等，至少对我们来说，
这些船相对来讲，它的威胁是不小的，但是不至于是那种天塌下来的威胁。那如果说这些船来了，再搭配上一大堆这种万船齐发式的这种小船进行这样一个非正规的这种登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各种的，包含像这个水下的这个无人系统啊，或者是由这个布雷艇啊、快速布雷等等，让对方的船很难进来或很难靠近。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抵抗作战能够延长的一个最大的这样的契机啦。那当然了，未来这个镇海计划如果进展的很顺利，新型的这个巡防舰是不是有特定的这个部署区域或任务例如南海的这个巡航，或者是东海的防御？其实未来我们的这个新的镇海计划，也就是具有这个 AISA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这些舰艇能够服役的话，当然，其实以海军来说，海军未来在面对共军的时候进行这种所谓的疏泊，也就是因为两岸距离真的太近，我们的这个海军舰艇如果未来真的是两岸战火爆发的时候，我们的海军舰艇其实都是要往东边走。但是往东边走之后，最重要就是要有这种防空指挥舰跟预警机，能够提供你一整个完整的海上以及空中的这样一个作战态势。那这时候两者之间要能够相互结合，相互支援，才能够让我们疏开的或疏散的这些舰队，能够在海上形成一个阻击的或者是有效的这样一个战力。所以呢，未来其实我们的这个舰艇基本上如果在平时它会执行南海巡弋任务去保护我们，包含像这个太平岛，还有海上的这个生命线那真正作战的时候，它会往东边疏散。那往东边疏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有能够具备舰队指挥舰的神盾舰，真的就是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跟美国获得神盾战斗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说基隆舰老了，而且它的这个消失性伤员可能真的也的确有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毕竟基隆级舰它上面配备的是 NTDS 的这个最后一代，也就是它并没有更新的性能提升拓展的空间，它基本上就是维持。但是神盾战斗系统它基本上是有扩展的空间，虽然说以巡洋舰来说的话，因为舰体的关系，所以它的这个空间也的确比较有限，但至少以目前来说，它可以提升到 BMD 3.0的这样一个水准，也就是它具备那个反战区弹道飞弹能力，可能不是应对非常厉害的那种反战区弹道飞弹，但至少可以提供我们的海军舰艇在海上一定的这样一个安全性，这个是它能做得到的。所以也就是说，因此我们要能够积极的从美方获得，也才能够保障未来我们的海军在真正开战后向东疏开，还能够具备完整的海空战场图像的重新建立跟海上作战的这样的效能。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能够延长海空军在海上作战中的一个重要契机。今天这集就跟大家聊到这，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